加的舒适，也更加的平顺了。尤其是在科技方面进行了一个升级，能够让它更好的适用于城市的用车场景。大家好，我是腾讯汽车的刘侃，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俄式新车。相信提到坦克300啊，大家都会认为这是今年最流行的也最火爆的一款 SUV 车型之一。确实，在之前我们也试到了它很强悍的越野性能。那么这次呢，带来的是一款新增的城市版车型。官方想说的是，这款城市版车型能够更加适用于城市的日常通勤。那么这款车同时也有了一些更多的变化，主要是在科技感方面。那么这款车在城市里开起来到底如何呢？我们一起上车看看吧。坦克300城市版还是延续了普通车型的整体外观造型啊，但是在细节上还是有更多对应的改动，比如说加上了更多对应的外观包围。值得一提的是，整车还新增了颜值粉、种草绿这两种非常时尚的车身颜色，而同时呢，在轮眉、外后视镜和车门把手处也都是与车身同样的颜色。那么前脸呢，换上了深色电镀的格栅，并且配备了雾灯盖板以及更精致的轮毂，包括了车身侧面电动踏板和车顶的行李架等外设。坐进坦克300城市版的车内，可以发现啊，其实它与普通版的布局和设计完全是一样的。当然了，双十2.3英寸的屏幕还是很提升了整体的科技感。那么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呢？首先是内板上的配色上有所变化，其次是换上了64色的氛围灯。坦克300城市版最大的变化还是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上进行了一个很大的升级，甚至配备了30项的驾驶辅助系统。那么我们现在来体验一下啊，在方向盘的左下角，通过电路巡航的这个档杆向上抬一下，是开启了 ACC 自适应巡航，然后同时再向上抬一下，就开启了它的驾驶辅助系统。在行车过程中开启了之后，杆向下拨动，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听到，注意力并手握方向盘。它会有一个提示，这点是与普通版不一样的。与此同时呢，这个电动巡航的杆在开启的情况下，在上下波动的时候是控制车速，然后这里有一个小的拨杆的调整，是可以调整它一个跟车适档的距离。可以看到，在一定曲率弯道上的表现也非常的好。我现在双手离开方向盘，在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体的表现还是很好的，尽可能的把车是贴在车道的中间。坦克300城市版依旧搭载的是 2.0T 加 8AT 的这套动力总成啊，可以说这个 2.0T 的发动机，无论是在城市里通勤，还是说户外的越野，整体的性能表现都是非常够的。当然了，城市版的车型，我们尽可能的还是分享一些在城市里的路况和试驾体验吧。整体来说，如果你要是开过这一代的牧马人，完了之后你再来开这辆坦克300城市版，你会发现它在城市里开起来的这种驾控也好，然后给你整体带来的舒适性也好，要更加的好一些，并不像一个传统的硬派 SUV 那样。首先来说，这套动力系统的匹配非常的平顺，同时油门和刹车的调教也非常的跟脚感，整体驾驶起来还是以平顺为主。那么就算你这样一脚油，这种情况下，然后车它也不会像那种高性能的城市 SUV 那样很猛的穿出去，它会有一个很好的提速过程。当然整体给你的感觉还是以平顺为主了。坦克300城市版当然了也是非承载式车身的设计啊，当然这样大家也会传统的意义里面理解为这种车身的设计会开起来比较晃，然后甚至有咣啷咣啷那种开船的感觉。但通过这个体验，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坦克300城市版不会。当然，这也得益于它的一个短轴距的这么一个设计，车的尺寸也并没有那么的大，以及说它后悬的减震器，然后整体调教的更加偏舒适了一些。然后且不说它很灵活的前双叉臂式的悬架结构，尽管后悬架是整体桥的非独立式结构，但得益于它响应速度非常快的减震器，同时减震器还采用了一个前置的设计，因为响应足够快，所以在对路面的一些颠簸处理的也非常的干脆，尽可能最大的保障了车内乘客的一个舒适性，同时在较高车速过弯的时候也能够提供一定的支撑性。整车方向盘的转向力度，我个人还是觉得偏轻了一点啊，对于它这个硬派的风格来说，但同时在车机里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力度的调节。在过大弯道的时候，
会明显的感觉还是会存在一点点的虚伪。给我的感觉是，相比于城市 SUV 来说，要多那么一丢丢的虚伪，但不太影响在城市里舒适的驾驶的这种感觉。那么最后再来个总结吧，可以说坦克300无疑是一个非常强劲的越野能手。当然了，它与日系的硬派 SUV 相比的话，某些功能上是完全可以媲美的，甚至说部分功能实现了一个超越。那么至于坦克300城市版车型呢，它在城市内的日常通勤驾驶更加的舒适，也更加的平顺了，尤其是在科技方面进行了一个升级，能够让它更好的适用于城市的用车场景。如果你想在城市车流中成为焦点，那么选这款坦克300城市版就对了。本期的俄式新车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下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